马斯克够狂了吧？他无非也就干了7个行业，而有个中国人啊，比他狂多了，人家直接干了250个行业。那他就是来自中国的于浩。明眼人一看，这不就是赌吗？博的就是一个概率。实际上，有人比他赌的更大。老齐实际上是拿中国的国运在赌他的后半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今天是美西时间的6月6号，咱们有一个中国国内有个新闻炸了，那就是于浩社交媒体被禁言了。很多人在3个月前根本不了解这一号，这家伙怎么突然爆红了呢？为什么爆红的时候突然又被禁言了？因为他谎言被人揭露了。首先，国内有一个官方媒体叫界面新闻，他就把这家企业扒的是干干净净。按照中国现在的流行语，于浩他曾经是一个科技天才，现在他居然在崩老头。因为在国内，对于年轻的女性，如果说她找工作没着落，那总得有收入啊。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捷径，叫崩老头，专门找这种40、50岁的中年人，给他提供情绪价值，然后呢拿钱。那你说这个清华的科技天才怎么也沦落到现在呢？咱们先跟你讲第一个方面。这个生于1987年于浩确实是苏州的一个天才。因为他一开始清华毕业的时候是参与中国的919C 大飞机项目的，他是做飞机外壳的设计。但是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生意，就是那个追觅科技，专门给小米代工那个扫地机器人。小米嘛，他本身老板雷军又比较能吹，中国人就吃这一套，所以说小米家电卖的不错，他完成了第一桶金。赚了钱以后他就不希望给别人做嫁衣了，自己干吧。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他在技术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，就是他把那个微型马达的转速转到了每分钟10万到20万，这几乎都超过了这个巨头戴森了。正是因为如此他在2024年的营业收入也仅仅只有150亿人民币，但是去年2025年直接涨到了400亿，那等于是翻了2倍多。那他怎么做到的呢？他呢非常聪明，技术本身没问题的时候，我不在中国给你打价格战，他80%的产品是卖向欧洲的。日本、美国当然也有基本上是边缘的，赚的主要是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，还有一些北欧国家。这些市场它有个特点，价钱贵一点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技术一定要先进，我用着要好，你最好比戴森还要聪明。而他呢抓住了这一点，就他比戴森呢更静音，而且有那种智能 AI，而且都用上这个激光扫描了，东西好，欧洲人愿意花钱。所以说他去年利润率高达15%，赚了将近是55亿人民币。按说在扫地机器人行业他已经做到了全球的前10，还不错吧。但是现在他今年吹的牛那就太大了，因为用2025、2026这1年半的时间他不再专注于自己的扫地机器人了，他可能也看透了技术上再往上突破太难了。但是他发现一个比卖扫地机器人赚钱更猛的道，那就是崩老头。这个老头是形象的比喻，就是各地国资手里的巨额的资金。虽然大家知道各地地方债很高，但是并不妨碍地方国资他小金库里是有钱的，改善民生没钱，但你说他有自己的投资项目经办人和当地政府都能分一杯羹。而呢
他们存在的形式啊，就是各地的投资基金。为什么呀？现在老习他有一个执念，就是说我们确实啊，在搞房地产啊不行了，那我们搞所谓的新质生产力。这个新质生产力就是什么高端制造啊、AI 啊这些东西。那各地啊，他就要寻找这种行业给你巨额的投资，你最好干起来。这已经是一个从北京到地方的一个形象工程了，大家都要寻找新质生产力。而像于浩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天才少年，又实现了200%以上的增长，在地方国资眼里啊，这不就是一个下金蛋的鸡吗？我把钱投给你啊，有谱。但是啊，地方国资可能低估了这位80后年轻人的急功近利了。机器人他能做到几百亿人民币，但是啊，他现在干的太杂了。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，他现在做什么呀？什么送餐机器人，这好歹还围绕着他的技术马达。后来他又做什么呀？咖啡馆啊，种咖啡，又开始做什么外卖，又开始做什么这个烘焙蛋糕。你想想，这已经是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了。但是啊，它是衣食住行，最后连汽车都打算要造。节目开头我讲了，像马斯克这样的科技狂人呢，他既做汽车，又做航天发射，又做什么绝境机器人、人机接口，还要做那个推特啊，就是现在 X。大家知道，他一开始说我收购推特啊，我能够让它实现盈利，但现在推特盈利了吗？没有啊，甚至还不如前几年的推特呢。这就说明啊，你是全球1等1的商业天才，也不是在每一个领域啊都能做成功。至少我感觉他那个人工智能不如现在的 OpenAI。但是啊，这个叫于浩的，他居然投了250个行业。现在界面新闻出来以后啊，各地国资都在纷纷自查，到底你的项目能不能给我落地？不能落地的话，肯定会要求把这钱退回来。国有资产你要是不给我还回来，流失了那多麻烦。所以说接下来他很可能面临一个集中挤兑，这钱很可能花完了。这又应了那句话哈，这件事儿啊，不是地方国资自己排查出来的，而是恰恰是企业内斗造成的。有一些他下面的 CEO 或者是合伙人啊，都想争抢总部的钱。他有个叫天空工厂，那主要是这个放资方。在争抢过程中啊，总有做的不好的，或者就是做了个 PPT。这个时候啊，于浩就大笔一挥，直接开除了。这些人肯定心里不服啊，就把国资的钱挥霍，或者说轻易投不熟悉的行业这件事儿给你捅出来了，而且一直捅到了社交媒体。所以这段时间啊，他大力的在做国内的什么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啊，刷存在感，目的就是告诉各地国资我还活着呢，我正在推大家的项目，大家要给我一些时间。但很明显，当局啊并没有给他时间。既然是官方新闻把他的老底揭出来的，那就是各地啊赶紧擦自己的屁股吧，把那些没有希望的项目，什么咖啡馆呐、什么那些烘焙店，那直接砍掉吧，直接把钱拿回来。所以我想啊，接下来于浩可能会摔一个比较重的跟头。你看，他是钻了老习的空子，老习本质上他不也在赌吗？他既然知道这个各地的地方债、高企房地产没戏的，那种低端制造业也是没戏。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中国经济那只能赌这种所谓新质生产力，他也在赌。于浩拿的是国资的钱在赌，而老习拿的是中国未来20年的国运，他也在赌。那赌赢赌输呢？我相信于浩应该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关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明天再会。